只需要3种原材料就可以做出酥脆掉渣的红糖蝴蝶酥。你看一下各种层次，层层酥脆。蝴蝶酥好不好吃，关键不是配方，而是视频里以下几个细节控制得好，真的一次就能成功。碗里倒入高筋面粉，盐也可以用中筋面粉，水的比例是面粉的55%。做酥皮点心，室内最佳的温度尽量不要高于22度。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偏硬的面团，搅拌成团，不建议用低筋面粉，主要是用低筋面粉做的面团筋度不够，在起酥的过程中擀压比较容易拉断，揉到见不到干粉，也可以用除湿机来揉面，揉到表面光滑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里冷藏松弛半小时。用一张比较大的油纸折叠出一个中间是12厘米乘24厘米的长方形，把冰箱里刚取出的黄油切成薄片，黄油部分占面粉含量的75%，铺满在油纸上，黄油之间的缝隙要擀平，避免断裂，擀成一个均匀厚度的长方形。放入冰箱里冷藏30分钟。面团轻按下去，慢慢的回弹，就说明松弛好了。台面撒少量的面粉防粘，可以用这种可以转动的擀面杖，会擀得比较平整。擀成一个大约12厘米乘36厘米的长方形。取出冷藏的黄油，黄油和面团的状态应该接近，软硬适中。放在面团的2/3处，右侧1/3向中间折叠，然后左侧再折叠过来。如果黄油太软，面团很难包裹，就会出现层次不明显或者融化的现象。一侧捏紧封住黄油，另一侧划一刀，释放被压紧的面团，顺着上下开口的方向擀成一个18厘米乘40厘米的长方形。进行一个4折，四边角拉平整。折完之后的面团大约是9乘18厘米，盖上保鲜膜，冰箱冷藏20分钟。如果室温高，冷冻20分钟。两侧用刀割开，释放被压紧的层次。表面撒一点干粉，擀成一个18到40厘米的长方形。折叠的时候记得要把光滑面朝下，进行第2次的4折。折完之后的面团大约是9乘18厘米，盖上保鲜膜，冰箱冷藏或者冷冻20分钟。面团取出之后，要确保面团和黄油处于差不多软硬的状态，两侧用刀割开，表面撒一点干粉，进行第3次的折叠。这次擀成一个12乘36厘米的长方形，把细砂糖和红糖以1:1的比例混合好，均匀地撒在面皮上，进行3折。折好的面团应该是12乘12厘米，盖上保鲜膜，冰箱冷藏或者冷冻20分钟。现在来进行最后的整形，两侧用刀割开，顺着两边开口的位置擀开，
如果黄油和面团都太冻，可以室温回温一下，等稍微软化的状态下，擀成一个15乘52到55厘米的长方形，把光滑的一面朝下，切去两侧不齐整的部分，左右两边各向中间折叠大约8厘米。再折叠，中间留大约1指的空间，喷点水在表面，方便折叠得更加平整。压扁擀开一点，保鲜膜包好，冰箱冷冻30分钟，方便面团变硬切割。这时可以开始预热烤箱，风炉模式190度。冷冻好的面团取出，切去头尾两侧，每一个切成1厘米宽，大约可以做11个比手掌大一点的蝴蝶酥。正反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细砂糖，放在垫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每个间距大一点，以免膨胀的时候粘黏在一起。我分了2个烤盘，放入烤箱的中层和中下层，风炉模式190度烤至20到25分钟。酥皮点心用风炉模式烤，可以让面团中的水分快速的蒸发，黄油融化分层，达到层层酥脆的效果。烤到12到13分钟的时候，取出来翻面后继续烘烤。大家可以按照自家烤箱的温度和时间设定来进行调整，喜欢焦香一点可以烤多几分钟。这款红糖蝴蝶酥两面都焦脆焦脆的，层次分明，黄油香气扑鼻，酥脆的掉渣，想停都停不下口。欢迎屏幕前的你做完也分享给大家，喜欢的话千万别忘了关注、点赞和分享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。我们下集再见。